美军未能遏制不断上升的暴力以及侵犯行为，将会给阿富汗当地民众带来严重后果，并且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战争正在孕育。据海外网最新报道称，在美军撤离阿富汗接近尾声之际，阿富汗紧张局势也正在加速升级中。其表现为塔利班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占领了阿富汗1/4的省会城市，这一攻势迅猛程度可想而知。按照这一趋势下去，美国情报系统预测称，塔利班将会在30至60天内包围阿富汗首都城市喀布尔，并且将会在短短的90天时间内接管这一首都城市。这必将是一场十分惨烈的争夺战。我们知道，阿富汗政府军必定会誓死守卫这一首都城市，而另一边塔利班则会疯狂进攻，这无疑会给本就身处战乱的阿富汗人民带来更加沉重的伤害。一旦局势被塔利班控制，那么阿富汗的未来将充满了不确定性。就目前来看，这一情况已经十分危急。分析人士指出，这次塔利班的进攻十分高明，其率先从北部政府军的老巢开始进攻，把老巢一锅端之后，可想而知接下来的政府军将会溃不成军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人们关注阿富汗战乱的同时，人们将另一个焦点则聚集在了中国身上，不少国民开始紧张起来。我们知道，中国作为阿富汗最大的邻国，不会受到局势变化影响基本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在大变局之前以及之后，中国需要进行哪些动作才是最有利局势发展的呢？分析人士指出，中国做好这3点至关重要。其一是坚决不能出兵。阿富汗素有帝国牧场之称，中国不出兵，一方面是遵守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承诺，而另一方面这也符合中国长远利益。美国在阿富汗的惨痛教训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。其二是保持各方接触。我们知道，中国要想实现真正崛起，首先应该具备一定的大国战略眼光。在看到阿富汗混乱局势的同时，中国还应该看到阿富汗在未来大国竞争中的重要性。不出兵并不意味着放弃同这一战略要地的接触。其三则是为战后做准备，也即积极参与到阿富汗的战后重建工作中去，以更重要的经济手段而非粗暴的军事介入来加紧同阿富汗的联系。只有做到了这3点，中国或许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。在如今的国际双边关系中，中俄是其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。而眼见中俄发展趋势越发强劲，美国再也坐不住了，并开始在世界上掀起对抗中俄的风暴。不过，事实证明，美国不可能永远处于打压上风，而中俄也不可能永远忍受美国的挑衅。日前，中俄就开始分头行动，拿美国的盟友开刀。其中，俄罗斯就向美国在亚太地区忠实盟友日本下手。俄罗斯国防部近日宣布，年底前将会在南千岛群岛建成一批新的士兵宿舍。很显然，俄罗斯正在加紧对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，而第一个会因此感到紧张的一定是日本。在俄罗斯宣布这一决定以后，日本人表示对俄罗斯是旧恨未去，又添新仇。单从这一反应中就可以看出，俄罗斯的这一手伤害很高，而中国则接连出了2招。近段时间以来，立陶宛频繁挑战中方的红线，并叫嚣支持台湾也能活得好好的。显然，立陶宛这一弹丸小国敢这么同中国叫嚣，背后一定是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默许。对于立陶宛而言，其想要在欧洲立足，就必须依附于美国，因此拼命对华挑衅就是其讨好美国的手段。不过，中国也并非是谁想挑衅就能挑衅的。目前虽然还不能打通美国，但是对付这样一个小角色，中国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日前，中方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，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其驻中国大使。此举一出，就引起了舆论的讨论。外界纷纷指出，中国这一制裁举动在中国外交史上是极为少见的，可见其力度之大。另外，对加拿大，中方近期也是重拳出击。日前，中方以间谍罪判处加拿大商人斯帕福入狱11年。不少分析人士认为，这样的判决是合理的，但也有人认为，中方这一处置是在报复加拿大。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，中方这次出击是强硬的。综合来看，这一次中俄分头行动看似没有针对美国，但是打击盟友却实实在在地打在了美国身上。目前来看，想要有效痛击美国十分难，毕竟美国实力摆在那儿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不如先拿盟友开刀。毕竟美国能发展到如今，离不开众多盟友的支持。更加重要的是，这一次中俄打击的范围也十分大，涉及亚洲、欧洲以及北美洲。而欧洲国家随后也表态称，欧洲才不会为了救美国而同中俄作战，可见这一威力。而在盟友之后，美国将会被留到最后收拾。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，美国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加紧对华遏制围堵。在清楚单靠当前遏制手段已经无法再有效阻止中国崛起势头时，美军就想出了极为险恶的一招，挑战中国主权利益。美国很清楚，只有在中国最核心利益问题上动手脚，才能够最快地搅浑中国局势。诸如对台军售、发表涉台错误言论，都是美国常用的手段。而除了这些之外，立陶宛对华动作才是对中国最大的提醒。
最近一段时间，立陶宛的对华挑衅姿态令人着实为他捏了一把冷汗。其首先是挑战一个中国原则，允许以对岸的名义在立陶宛国内设立代表处，不用想也知道这一事件背后的严重性。而后立陶宛方面又大放厥词，表示支持台湾也能活得好好的，这就更加令人气愤。显然，立陶宛似乎根本不怕中国，也不怕中国接下来可能的制裁举措。诚然，单凭立陶宛的实力是完全不敢同中国叫嚣的。谁都知道立陶宛这样的举动是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点头的，而立陶宛的目的也很简单，借挑衅中国讨好美国。就目前来看，立陶宛要想在欧洲立足，就必须依附于美国。但是这背后传递出来的信息，对于中国而言却是极为危险的。一个弹丸小国都敢挑战中国的底线，并且还能够有恃无恐，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？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统一问题悬而未决，这俨然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能否实现真正崛起的关键因素。尽管立陶宛挑衅举动有讨好美国的意味在，但根源仍然是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才让一些宵小误以为抓住了中国的把柄，并以此作为向中国示威的筹码。某种程度上说，立陶宛的这一反华动作是对中国最大的提醒。不同于美国等世界大国的挑衅，立陶宛这一上不了台面的国家也敢有恃无恐，这就十分危险了。从这一角度来说，统一问题久拖不得，而且依照现在世界各国的挑衅姿态来看，统一似乎没有最佳时机，只有越快越好。正如同不少网友所说的那样，如果一切都等到万事俱备，那么就没有南昌起义。很多时候要做成大事，除了需要过硬的实力外，还需要十足的魄力。如今来看，提升紧迫感并直面现实的一刻必须越来越近。据官媒小羊视频在8月12号放出的一段视频，美国空军战机在民用公路上执行起降作业，这也是美军首次执行该类型操作。如此不同寻常的罕见动作，也引起了外界的普遍猜测。从线索追踪，美国军方背景的星条旗报在前不久确实透露了相关消息。央视的视频中出现的战机是美国空军现役战机 A10， 当时正在美国密西根州的一段高速公路上进行起降训练。自美国空军成立以来，这是第一次这种本土公路起降训练。有外界分析，通常来说，战机在民用公路上起降，意味着该国的空军基地已经无法正常执行起降作战任务。这也可以理解成，本国的防空力量已经无法抵御对手的攻击，导致机场被损毁，只能通过公路的方式进行起降。而美军在进行这个动作，很可能意味着美军已经在做战前准备，而且还是制定了战争进行到最坏结果的打算。当前台海局势里，中美间是否会发生战争，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。如果不会，那么台海问题，美国很可能无功而返，只靠武力威慑，就让中国止步的时代已经过去。而如果动手，那么美军很可能会认定双方会进行到一个你死我亡的程度，战火也会蔓延到美国本土，所以才会进行公路起降。有观察人士认为，美军此举释放出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，美国决心与中国一战，且认定自己的本土可能遭到打击，否则不会在本土进行这种最坏打算。在当前敏感局势下，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影响双方的战略误判，但美国已决定主动透露自己的想法，做最坏打算，也意味着美国很可能会在台海问题上做出强势的武力介入，更有甚者，台海可能会成为中美的决战战场。此外，有消息显示，台湾当局也在岛内利用 F-16V 和 IDF 战机进行公路起降训练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美军很可能就是想在岛内复制这种战术，妄图在台湾削弱中国足够多的有生力量。